本视频由超有钱工作室制作播出，每周五准时更新。云特助，我们兵分两路吧，我走这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往这边去寻找少爷。少奶奶请小心。木木，这个地方的草木那么茂密，很难看出来有人经过的痕迹啊。确实，不过根据刚才车子坠落的地点来判断，这里就是他最有可能的离开路线。但是这里太大了，想找人太难了，更何况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就算没有被炸死，也有可能摔死。不会的，荣勋一定还活着。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久，他一定是自己去寻找出路了。只是如果到了天黑还找不到的话，那他可能就麻烦了。晚上的山谷可不比白天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少奶奶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就在刚才，我们发现山谷里有一批陌生的持枪分子，所以云特助带人跟上去调查了。云特助觉得这里不安全，所以特地让我们两个来通知和保护少奶奶。山谷在这么高的悬崖下面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进来？而且还是带枪的，怎么看都让人觉得诡异。拿着枪来这种人烟罕至的地方，总不能是来郊游的吧？军火交易和毒品交易，你猜会是哪一种？盗卖军火？不用猜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十有八九是在交易毒品。这事儿太蹊跷了，给我们带路吧。糟糕，孤鹰跟踪被抓了，看这架势，快要被打死了。这帮人的武器装备非常充足，现在不能慌，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，不然我们别说救出孤鹰了，全军覆没都有可能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吧？我们就眼看着孤鹰死在那儿吗？是啊，我们上吧。孤鹰可是我们兄弟啊，还等什么？不管了，先干了再说。站住！少爷，你没事？我要是等你们来救，天都得黑透了。孤鹰没那么容易死，现在还不适合出手，都给我好好趴着。那是我们兄弟，他被抓了。你男人的手下被那伙人拿下了，救还是不救？既然是荣勋的人，那就是我的人，必须救。哎呀，荣家的祖坟上肯定是烧了高香，才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嫁进去，还把他的属下当成是自己属下来救，荣勋心底该乐疯了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除了草地上这几个，东边树上有2个，西边树上1个，西北边的草丛里还有至少3个。一共才区10几个人，我一个人去就够了。你们留在这里替我放风就行。小心一点，有事就打个暗号，立刻退出来。放心，既然我出手了，那就是万无一失。快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谁派你来跟踪我的？再不说，就一枪崩了你！呸！呀哈，牙还挺硬的哈！等我把你的牙都拔下来，看你还怎么硬！哎，给我撬开他的嘴巴，把他的牙一颗颗的拔下来！哼！有人闯入，全体戒备，狙击手开火！刚才那个真的是少夫人吗？简直太帅了吧！少夫人真是吓死人不偿命啊！哪有女人这么彪悍的？一枪1个，没有射失，准能爆炸！这就是我深爱的女人，唯一配得上我荣勋的女人。全死光了！
别再给我装神弄鬼！我不管你是谁，谁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杀了他！该死的龚老头，非要和我在这里交易。哼，这下可好，龚老头没来，却不知道从哪儿跑出了这帮人，给我10几个手下全都给打死了。不许动，将双手举起来。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让你担心了。母亲，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你，我荣勋是多么幸运。你早就是我身体里不可或缺的那根肋骨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你。太好了，荣勋没事，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行了行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搂搂抱抱，一脸秀恩爱，虐狗呢你们！啊，是你？别那么紧张，叫我欧阳就行。我是木槿的男闺蜜。这个欧阳绝对是来给少爷添堵来的。这年头，男闺蜜什么的，简直不要太恐怖啊！荣勋，木槿这一生唯一的丈夫。果然逼得我家少爷吃醋了。少爷吃醋的样子还真是可爱呢。荣大少怎么就知道你会是木木这一生唯一的丈夫呢？指不定过几天就突然从国外冒出来一个呢。谁敢来抢，谁就得死。怎么，欧阳三少想要试试怎么死的带感一些？当年东欧国际最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，就是欧阳家族的抢位大战了。欧阳家的大少和二少打得你死我活，结果却是欧阳三少渔翁得利，成为了下一任继承人。刚才听到他自称欧阳，我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就是欧阳三少。没想到木木居然和他关系这么亲密，那么木木究竟会是什么身份？我怕我死了，我们家木木会找你拼命的。不会。果然是女大不中留啊。不过我会踹了荣勋。谢谢少夫人，这一次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平安得救。不必谢我，是你对荣勋的忠诚救了你自己。如果你被拷问的时候熬不住开了口，那么我第一个爆头的人一定是你。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去审问。是。我们回去吧，木木。木木心疼了？这是车祸的伤口吧？你受伤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点小伤没什么。我木槿的男人绝对不能受伤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以后你再敢受伤试试看。荣太太好霸道啊！听你的，以后荣先生所有的一切都听荣太太的。你的衬衣都粘上去了，可能撕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痛。动手吧。早知道荣勋受的伤这么重，我就应该把奇门总部彻底毁了。我那个单挑几十个高手的霸气老大哪去了呢？怎么在这个荣大少面前气势就变弱了呢？不过这个男人能一声不吭，也算是罕见的硬汉。他做穆老大的丈夫，倒也还不错。完成了。不过伤口千万不能碰到水，平时的剧烈运动能省也省了吧。我先走了。说吧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少爷，凌晨3点，咱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很可能和少奶奶有关系的大事件。难道木木被人欺负了？不是，前门总部其实是一家老牌的夜总会。就在凌晨3点，有个身形酷似少奶奶的女人，单枪匹马挑了前门总部。单枪匹马就挑了秦门总部？就算他的身手确实很厉害，
这也是个骇人听闻的大事件。将这条消息封锁，在调查清楚前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此事。另外，木木身边竟会有欧阳和天才诡异这样重量级的人存在。你顺着这线索去查木木的真实身份，我需要这次有靠谱的结果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查。少爷，背后的烧伤好些了吗？已经没事了，你先去忙吧。木木的身手超乎寻常的强大，我早该注意到，他竟能随意指使欧阳和罗辑这两个传说中的暗夜帝国核心人物，这说明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。木木，你果真是那样的身份，那我该怎么做？是一如既往地宠着他，护着他，爱着他，还是……我真傻，他是谁，又有什么关系？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只是我的容太太这么简单。只要是为了他，我随时都能铲除一切挡着我们的障碍。为了他，颠覆这个世界又如何？喂，欧阳。我们都没想到，他就是荣寻。什么？你确定那个人就是荣寻？确定是他。现在的重点是，荣寻肯定已经知道了你和宫家的一些事情，但是他什么也没对你说。是啊，你为何什么都没对我说呢？我认为他恐怕已经对你的身份有所怀疑了。安全起见，木木你要有个防备才行。对荣寻，我不需要什么防备，我相信他。1号，那个犯人终于招了，和他交易毒品的人就是宫家老爷子。还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。宫氏集团这次是真的要完了，我倒要看看秦云逸还能怎么救。1号，接下来怎么处理？需要对宫家的人实施抓捕吗？不急，现在就抓宫老头太便宜他了。我要的不光是他一个人完蛋，还要整个宫家彻彻底底的覆灭。而且宫老头要是不在了，秦云逸会暗地里除掉宫大小姐，撕毁婚约，反而趁了他的心意，这场婚礼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意外。对秦云逸就不必客气，安排人给他点小惊喜，不必除掉他，但是得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。是，我马上安排人去做。如果木木真的单枪匹马就挑了秦门总部，那我也不能没有什么表示。这买一送一的小礼物，就请你秦大少也来尝尝吧。默默，试试这件，你的身材超配这件的。荣勋已经给我买了好多了。喂，我要这件衣服，快拿件小号的给我，我要试穿一下。这位太太，很抱歉，这件裙子的小号已经卖光了，而且我建议您穿那件中号的，会更合适您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胖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给我拿这条小号的裙子来，老娘就不走了。这女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，就可以欺负售货员。嘿呦喂，我说谁跟泼妇一样在这里大吵大闹呢？原来是头大母猪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看你才是一头大母猪。哎呦，本小姐就算是猪，也是一只漂亮可爱的小猪，可比某些又老又丑还没男人喜欢的老母猪好太多了。你在骂谁呢？我看你就是一只狐狸精，我打死你这个骚狐狸！就算秦夫人想打人，也得先看看这个人你能不能动。疼！啊！木槿，是你这个杀千刀的！哼，
木槿，你不要以为勾引我们家云逸，云逸就会真的娶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家云逸过几天就要和宫家大小姐结婚了，你一个乡下丫头，这辈子也妄想进秦家的大门，白日做梦。你以为你那废物儿子是哪根葱，也配让我木槿看一眼？就让秦云逸守着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女人过一辈子吧。算你狠，有本事以后少来纠缠我们家云逸。那你可得把你家儿子看好了，他要是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下手狠。哎，咱们和这种老女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一看就是更年期提前。哎，年纪大了真是可怜啊，看着都恶心。该死的小浪蹄子，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哭出来！哼！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都给我滚！都给我狠狠的打！别管其他人了，快开车！秦云逸居然想抛弃自己的属下先跑掉，这要是我们老大，是绝对不会丢下自己的兄弟的。想跑，没门儿！让秦云逸那小子受了点伤，也算是给老大报了个小仇。任务完成，大家准备撤退。好厉害的枪法！这伙人是荣勋的手下吧？荣勋，这事我跟你没完！少爷，千影卫传来消息，孤鹰打伤了秦云逸，让他跑了。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处理秦门呢？秦云逸想要把秦门做大，也得掂量掂量，这帝都到底是谁在做主？少爷，是千影卫负责调查少奶奶身份的特工来电了。你说什么？少奶奶她居然是暗夜帝国的公子？果然和我预测的一样，木木真的是暗夜公子。暗夜帝国控制着全球90%的军火市场，控制着全球1/4的金融股市，还有无数榜单上排名第1的各类精英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超级恐怖组织的首脑居然是一个女人，而且还是属于我的女人。天哪，欧阳不会就是上次那个雷鬼吧？如果那天出现在秘密基地的公子就是木木，雷鬼就是欧阳，那么夜煞会是谁呢？是那个骑摩托车的小孩吗？可是少爷，如果少奶奶的身份真的是暗夜公子，那也太恐怖了吧！要是被千影卫的长老们知道了，这……无论如何，她都是我今生唯一的最爱。少爷对少奶奶是真的用情至深啊，但组织里那帮老头如果知道了，怕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让所有人都把嘴巴闭紧了，谁要是透露了木木的消息出去，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。请少爷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泄露少奶奶的身份。什么情况？你俩就玩个比大小都能输了5000万？5000万啊！不找你来救场，今晚我俩就只能吃土了。想我出手可以，只是本钱要你们出，然后利润我要6个点，剩下你俩自己分。木槿这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罗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只要木木出手能赢回来，哪怕只有2个点的利润，那也不是小数目啊！再来5000万筹码。这局我上100万，开始吧。
1对3。对子大，这局您赢了。别着急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怎么可能？我竟然连输10几局！连本带利全都回来了。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赌王专属套房，我想去开开眼界，可以带个路吗？赌王先生，这位是想向你挑战的穆小姐。哦，穆小姐勇气可嘉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穆小姐想要玩些什么？越简单的越刺激，我们就玩比大小吧。2位准备好了的话，就可以开始了。先上100万。一样。不好意思，是1对2，大过你的2张单牌。1000万，继续。1对4。穆小姐的运气不错，只是很可惜，我的牌刚好压住你。啊！靠！哪来的变态？居然比我们老大还厉害，简直太不是人了。5000万，不知道阁下敢不敢跟？穆小姐这样盯着我看，我会以为你是看上我了。我正好缺一位夫人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要是阁下不介意，我身后这2个人，你可以随意挑选一个。我去，老大这是要我们卖身的节奏呀，太让人伤心了。那真是可惜了，我只对穆小姐有兴趣。不如我们干脆一局定输赢吧，输家得答应赢家一个要求，怎么样？激将法对我没有用，不过这个赌我打了，开始吧。看来你又输了，抱歉。怎么可能？穆锦他在赌桌上就没有输过，这一次居然连输3次，对方究竟是什么人？你绝对不是个普通的赌徒这么简单。不过你赢了，说吧，你的要求是什么？我的要求嘛，你觉得会是什么呢？我的耐心不太好，阁下还是早点说的好。真是个不可爱的女人。不过要求是什么，我现在还没有想到，等想到了再告诉你。你的这一个要求始终有效，拿着这个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谢谢了。我们走。少爷为什么一定要让少奶奶输掉？尽管我愿意用尽一切来保护她，但我也不敢保证那帮老头子不去伤害她。如果有些伤害实在无法避免，等到了那一天，这枚扣子就是我留住她的最后机会。会是谁来了呢？你就是那个穆锦？是的，请问你是？我是荣寻的父亲。你好，里面请。您需要喝些什么？不用了，穆小姐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作为荣寻的父亲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说一件事，那就是请你离开荣寻。我不会追究你接近荣寻是为了他的钱，还是他的家世背景，但我有必要告诉你，荣寻的身份不是你配得上的。我荣家的少奶奶也必须得是门当户对的名门千金。只要你同意离开荣寻，
这100万都是你的。荣先生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了区区100万就离开你的儿子？哼，嫌100万少？穆小姐，看来你太贪心了。在我眼里，穆小姐也不过只值这100万。识相的就拿着这100万离开，要不然我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要是我就是不离开呢？只要我还在荣寻这里，能得到的何止只有100万？我会放着这样的金山银山不要，而去要你的100万吗？是荣先生自己傻，还是我傻？哼，果然是为了钱接近荣寻。你以为你还有多少好日子过？只要我把你的真面目告诉荣寻，我儿子会第一时间就把你踢了。啊，是吗？那荣先生去试试吧。如果你能让荣寻亲口说让我离开，我一定会离开。可惜，恐怕荣先生你是做不到的。穆小姐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，对你自己估计也没有好处。我荣家大少奶奶的人选永远不会是你，荣寻的未婚妻也只有何家大小姐一个人选。你确定要把自己弄得那么难看吗？要让我离开，也应该是荣寻来和我说，而不是你，荣先生。哼，你就那么笃定荣寻会要你？要是他知道你和秦云逸过去的一段，你猜荣寻会如何对你？看来荣先生来之前真是做足了功课啊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告诉荣寻当年你是如何水性杨花的勾搭上秦家大少爷，到时候荣寻还会要你这样的女人吗？那么麻烦荣先生尽量早一点告诉荣寻，我会在这里等着被他踢。如果荣先生没有别的事情了，就离开吧。我们家并不欢迎荣先生的到来。你这是在赶我走？荣先生，门在那边。哦，对了，荣先生的见面礼我就收下了。这100万虽然不多，让我换个新包包，补几支口红还是够了。谢谢了。母亲，你得意不了多久，你给我等着！当年秦云逸母亲想用500万支票让我离开他儿子，现在看来，当时就该把那支票给收了，不收白不收。说来我也好奇，如果在家族的压力之下，荣寻会怎么选择呢？他会像当年秦云逸那样背叛我吗？如果真是那样，我一定会疯狂地想要杀了荣寻，再把荣家也一起端了。荣寻，刚才听说老头子来找你，我真的好害怕，你会真的突然一声不吭的离开。还好，我的宝贝还没有离开我。荣寻，你不是去开会，怎么回来了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什么都美好。放心，我不走。没有我的允许你敢走，我也会把你抓回来。这辈子，你休想从我身边离开。现在快到中午了，木木是不是饿了？有一点。你想吃什么，木木？吃什么都行，只要是你做的就行。好，小馋猫，那我现在就去给你做。我警告过你不要动他，看来你没有把我的话记在心里。荣寻，你对父亲是什么态度？我告诉你，像她那种女孩不配进我们荣家。要说身份，我的女人至少清白。你在家里养着的那个陪酒女，你怎么解释？哼，你以为你的女人又有多干净？不过就是被秦家那小子玩剩下的，你还当宝贝，也不怕旁人笑话。今天
他可是收下了我的100万，还一心想着在你身边捞更多的钱，真是不知道你是瞎了眼了还是脑子坏了。我的木木，堂堂暗夜帝国的公子要多少钱没有？需要贪图那100万吗？更何况如果木木想要，我的一切都是他的，整个世界给他都没问题。哼，你接不接受他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你再打扰我们，不然你就让你的女人小心吧。逆子，醒醒吧！你以为那个女人为什么爱你？还不是因为你是荣家的大少爷，她好去做荣家未来的少奶奶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乐意，与你无关。荣勋，你……少爷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很好，这份大礼一定要在婚礼当天送给秦云逸。你说那个时候，秦云逸会是什么反应？当年公家对少奶奶做的事情是多么残忍，如果这件事情被曝光了的话，我想不光秦云逸会大吃一惊，恐怕公家的人也得吓死了吧。毕竟，他们那可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。到时候等木木这口恶气出了，你再联系警厅的人，好好的招待招待公家。他们不是喜欢把人送进精神病院吗？那你也替他们安排个好地方。明白了，少爷。这场好戏终于要开演了。木槿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会给你打电话。你确实没想到。木槿，以前的事情算是我对不起你，不过我的腿也废了，咱们也算是扯平了。我和云逸要结婚的事情，你也应该知道了吧？然后呢？你想做什么？毕竟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和云逸也不会走在一起的。我非常真诚地想要邀请你参加我的婚礼。虽然你的身份有些不够资格出席，不过就当作是我和云逸对你表达的歉意吧。啊，对了，你把你男朋友也一起带过来吧。到时候我们班级里还有不少同学也会来，大家很久不聚了，正好可以见见面。宫羽，说出你的目的吧。不用和我套关系，毕竟我们不熟。木槿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清高啊！我只是想借着结婚的机会了却我们3个人的恩怨，以后大家各过各的日子，不好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挂了。不要，等一下！听说你和那位天才诡异罗杰认识，你能不能帮我约约他？宫羽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找罗杰医生？你的腿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绝对不会让罗杰去给你医治的，因为你根本不配。木槿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现在不过是想打个招呼而已，你就这么看不得我好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你过得好？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你以为就凭你一句没有任何诚意的道歉，我就会为你找医生把腿治好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你们的婚礼我一定去。我会去看看你们到底能有多么幸福。哎呀，子晓，几年不见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星月，你可别客套了，你才是真的变漂亮了。我听说你嫁给了石油大亨，你真是好福气呀！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秦云逸和宫羽结婚，据说那个女人也会来呢。哪个人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能是谁？肯定是木槿呗，都被甩了，居然还敢来，勇气可嘉呀！可不是，当年发生那样的事情，那个女人现在还敢出现，真是不嫌丢人呢。
行了行了，都少说几句吧。说句良心话，穆同学也是个可怜人，谁让他的身份配不上秦家大少的身份呢？也是，真是群八婆的女人。看你们这么喜欢议论，干脆你们就上台拿着话筒讲，让所有人都听见呀。你谁呀？我们说什么又关你什么事？我是冷云迪，记住我的名字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那可是鼎鼎大名的冷家公子啊！没想到他也来了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简直烦死了！少爷，这是有人送给你的结婚礼物，还说需要你亲自拆开查阅。这种包装的结婚礼物，会是谁送的？什么？登录各大漫画平台，观看后续剧情哦。将你姓名刻在眼中，将你泪水化作彩虹。我的宿命是对你娇宠，将你的肯定视作光荣，不想珍惜举世传颂，只想看你笑得从容，的一个眼神就准备好为你重逢，不想做到英雄。